Hello， 小艾老师在这里做什么呢？在等空中巴士。那我们一起坐下来充个电。好。大家好，我是小歪，欢迎来到绝区零3.0版本前瞻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策划小凡。很高兴能够坐在金碧辉煌的马桶上来给大家带来这次的前瞻。哎，这可是帮部们的专属充电桩呢。好吧，也是体验了一把帮部的日常生活。那我们坐在这个站台是在等什么呢？哎，我们在等一辆空中巴士，能够带领大家游览全新主城那种。看来这就是我们面前的这辆了。我已经等不及要赶紧讲完前瞻，坐上去了。好，言归正传，在过往的旅途中，我们和各位神将一起，从日常街头的六分街，去到别有风情的魏飞地。现在，我们即将前往远在天空的岛屿罗斯凯利法。小歪，在启程之前，你一定有很多想说的吧？我想说，虽然一路走来有许多坎坷，但幸运的是，仍有各位神将与我们相伴。罗斯凯利法这座新主城，代表着我们不断尝试中的一些可能性，更承载着我们对绝区零世界更广阔的想象。是的，接下来神将们将和我们一起走向故事更深的地方，一起踏入更广阔的天空之上。在绝区零的故事里，罗斯凯利法是支撑新爱丽都的基石，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而它对制作组来说，某种程度上也是我们走向未来的又一个坚实地基。万丈高楼从地起嘛，这次既然到了天空这么高的地方，神将们也会有很多跟以往不一样的体验吧。当然，这次我们做了非常多全新的尝试。我们也想告诉大家的是，这里的每一寸新土地，每一个新设计，每一个新变化，它们所存在的理由，都是为了让神将们有更好的感受。我们为此做了很多的努力，希望神将们会喜欢罗斯凯利法。那么，神将一定好奇，罗斯凯利法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好像世界各地都在讨论这处新发现呢。Rose Califer, also known as the Celestial Nexus. 是的，没错，它位于密内瓦区附近，风暴带的内部，地质构成以弗林特灰晶与不确定性为主。In other words, whatever you desire, you can find it here. The first department is the Administrative Affairs Department, helmed by the Administrative Director Eldrada Sunbringer. That is to say, work and life. The second department is the Central Computing Department, led by the Administrative Director Drakane Sunbringer. With the computation of Rosetta data at its core, it is a classified airspace zone independent of the urban district of New Eridu. The third department is the Airspace Patrol Department, and its Administrative Director is Lindbergh Sunbringer. 关于抵达天空岛的技术可行性，首先需要澄清一个关键概念，绝非无法抵达。Yes, you have guessed it. The fourth department is External Strategy Department, led by Administrative Director Melina Ergit. 我们对此类的定位态度向来是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也不反对任何人私下讨论。The fifth department is Flint Workshop, managed by Administrative Director Claret Flint. Miss Claret, as she preferred to be addressed. 帮部，永远别忘了帮部。关于他们的规模与地位，我们需要以审慎的态度进行陈述。In other words, it matters, but we would prefer that no unrelated personnel know why just yet. 哇，信息量好大，我还是需要消化一下。那不如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神将的经历吧。在之前的故事里，我们得知拉米尔的真实身份竟然是初代虚手雷米尔丹。神将们还见到了曾经属于他的虚兽武器塔乌米尔，不过意外也因此发生了。当神将触摸了虚兽武器后，隐藏在记忆深处的关于赫里厄斯的噩梦却被揭开了一角。那么神将在赫里厄斯到底经历了什么呢？故事将如何发展？暗潮将如何涌动？请看。Guardians of Rose Califer. For a long time, we remained hidden from the world. But isolation alone is no longer enough to withstand the Creator's threat. And because of that, Rose Califer must take a new step forward. Everyone, welcome to Rose Califer! System online. Identity confirmed. Faith in.
fresh black tea. Would you like a cup? The wind rises. Unruly rascals. All right, time for some discipline. The wind scatters the past, and you're next. Eos, you're gonna make lots of new friends here. Some little friends, and some big friends. Lady Sunbringer. What? 3? Let's get to work, little ones. Bombardment! Fireworks show! I choose you! Stop it! Eureka! 3, 2, 1! Blow them all up! Think about your understanding. Everything you know. Have you ever heard of the word enchainer? The lighthouse still stands because we have stood shoulder to shoulder. Belle, please. Because you already know. You're gonna kill me. A bit more. I can do this. This time, I'll do it for you. Pyrois. Fight beside me. Build the blade with me. Let's untie the reins. My flames will never die out. This is our destined end.正如大家在 PV 里面看到的，神将波澜壮阔的冒险故事来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为了治疗体内再次失控的力量，神将受邀前往了神秘的天空岛罗斯凯利法。这里有与新爱丽都迥异的人文风貌，还有最先进的科技造物和科研设施。在这里，神将以特招转校生的身份顺利安顿了下来，还得到了针对性的治疗。不过，这份力量到底能不能够被掌握，还仍然是一个未知数。而且神将的这份力量似乎还有独属于自己的形态和名字，佩洛伊斯，听起来就很不简单。那么佩洛伊斯源自哪里？又会把冒险引向何方？它的出现会给神将带来怎样的变化？相信神将们此刻脑海中一定有很多问号吧。目前可以透露的是，佩洛伊斯不仅拥有不俗的战斗能力，还会为神将带来一些全新的探索方式。那么关于这些谜题的答案，还请大家在接下来的故事里去寻找啦。与此同时啊，神将在经历了大大小小的冒险后，身体的疲劳也不容忽视。在开启新的冒险之前，是时候找个舒适的住处安顿下来，养精蓄锐一番。那么最好是房间宽敞、房客友善、装修气派、房价还很良心的那种。对于这些要求，琥珀馆都能满足你。维琳娜已经在名为琥珀馆的宿舍里为大家安排好了房间，神将、比利还有西西弗都有各自的房间。这么说，我们可以和代理人住在同一栋楼里了，听起来还挺有意思的嘛。好了，住处有了着落，接下来就可以放心出门去城市里逛逛啦。神将所处的地区名叫布雅斯特，坐落于罗斯凯利法最重要的主岛上。在这里，神将可以体验到十分独特的风土人情。比如说去公共会场旁观一大群邦布议员为了城市事务争得眼红耳赤，或者也可以去中央公园的巨型棋盘，看扮演棋子的邦布们博弈对抗。开设在某条小巷深处的焦点剧场也是个好去处，整个剧场从演员到观众全部都是邦布哦。这些嘛，确实是地面上的都市里绝对看不到的景象呢。邦布市民也有自己的工作、饮食、生活，他们的喜怒哀乐就是这座城市最大的活力。这里的大部分店铺同时向邦布和人类开放，并且会专门研发邦布也能够享用的食物。传承老手艺的松饼铺，充满爆炸惊喜的面包店，备有多种下午茶的茶室，每逛几步都能发现一种罗斯凯利法独特的美食。在猴猴饼铺，神将可以抽取每天的饼干盲盒，获取日常随机奖励。我们的咖啡大师丁满先生也带着新饮品等待神将光顾。确实是熟悉温馨的生活，神将们的日常任务也可以在这些地方完成啊。好伙伴西西弗和比利还帮神将把录像摊也搬到了天上呢。哇，竟然也有这么贴心的举动！
不止如此啊，这里遍布着可以互动的市民和物品，还有大量的特殊事件等待触发哦。有哪些呢？比如说啊，看到许愿池你会想做什么？那当然是许愿了。还有就是扔硬币。意料之中的答案，在艾梅尔中央公园的许愿池，神将尝试扔出在猴猴饼铺获得的瓶盖吧，说不定会有好玩的事情发生哦。还有吗？还有吗？比如我们面前的这个空中巴士啊，别的不说，坐上去看风景，确实很有旅游宣传片的味道。这是空中都市特有的交通道具。偷偷告诉大家，在凌晨时分召唤它的话，还会有惊喜路线哦。搞得神神秘秘的。那他会带大家前往什么地方呢？神将千万记得要去试一试哦。除了都市生活常常有许多惊喜发生之外呢，大家这次的探索也与以往非常不同。是的，神将们迎来了一大波新的能力，可以说是得到了一次史诗级的加强。神将们被赋予了接入罗斯凯利法部分设施的权限，可以直接操控它们来破解谜题，或者是得到一些小小的便利。比如说，这次神将将会解锁全域终端权限，接管都市中散落着的摄像头。接管可想而知，利用摄像头的第一人称视角，神将能获得更广的视野，或者是窃听到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通过摄像头扫描特定对象，获取关键信息，解开谜团吧。没错，摄像头能带我们看到肉身不可达的区域，还能接入无法直接接触到的设备哦。那看来神将今后可以做到更多意想不到的事情了。在 ES 的帮助下，神将还能接管无人机呢。接管成功后，神将就可以操作 ES 来移动它了，左右平移、上升下降全都不在话下。移动功能只是基础中的基础，最重要的是，神将还能利用无人机交互，骇入一些特殊位置的物件，来完成解谜。没错，我们的无人机搭载了充能和蓄能爆破两个技能。靠近可以充能的目标会有连线提示，靠近可以蓄能爆破破坏的目标也会有特殊的物件表现。神将们只要根据指引操作，就能释放无人机战斗力啦。并且有些特殊机关或者是物件，只有在无人机形态下是可见和可破坏的。神将们记得善用能力。那罗斯凯利法既然是在天空之上，箱庭探索的移动方式可就不能全靠神将的双腿了吧？我懂你意思啊。比如说在斯卡莫空洞里，有些区域之间会隔着一定的距离，那如何前往呢？这就不得不提到特殊路线环空运轨的存在啦。在这里，神将利用佩洛伊斯施展的空间移动能力，可以在轨道上飞驰，快速移动到想要去的地方。哇，真的是非常酷炫的高速移动，不愧是被比利形容为比尼可开车还恐怖的体验。当然，如果不小心跑错路线，还可以操作佩洛伊斯迅速折返。不过在移动的过程中，偶尔也会有一些障碍物出现，遇到的时候可千万要小心啦。这种时候呢，就需要眼疾手快的操作佩洛伊斯换轨来躲避啦。考验神将临场反应的时候到了。不过如果没有反应过来该怎么办呢？我们探险的容错率是很高的，如果操作失败的话，会自动回到回溯点，神将们重新出发就好啦。在空洞之外的能源区，空气中存在大量游离以太，会出现一些空间异象现象，那里的空间规律也会因此扭曲。我知道了，你说的是泄露起点。起点内空间性质和空洞类似，如果神将不小心在箱庭探索中遇到了泄露起点，可一定要小心喽。但是哪怕不幸被卷入进去，如果善加利用空洞的特质的话，危机也会迎刃而解。是的，进入叠加状态后，场景、物件，甚至是蚁骸，会通过扭曲界限的方式投影来到空间内，整个氛围也变化了。比如说，一些正常状态下无法通过的地形，在叠加状态下可以通过了，而一些正常状态下静止不动的机械设施，在叠加空间里会突然主动发起攻击。如果想要脱离，就要依靠佩洛伊斯的力量直接消除泄露起点本身了。见识了佩洛伊斯这样强大的空间力量，不禁期待以后的探险会有怎样的展开啦。佩洛伊斯的这份力量可不止如此，等待神将们未来慢慢挖掘呢。大家深入探索的时候，还请务必小心，此处出没着一些危险的家伙。比如说自律强袭单位空域借术者，它拥有步行形态和炮台形态，拥有天空岛顶级的防御火力，行动路上千万需要小心它的定点攻击。城防数位部本是数位天空岛重要设施的数位机甲，
在泄漏起点和空洞活动的影响下，外骨骼机甲因侵蚀而失控。它装备有重型空地武器，面对想要闯入的不速之客，发动远程射击。大型楔形蚁骸基塔布鲁趴伏在地面上，自身气息微弱，且能制造洞并穿梭其中。基塔布鲁拥有护盾、侵蚀壁垒，护盾存续期间，它将获得战斗加成。相反，护盾被击破时，神将能够对它造成大量伤害。在与基塔布鲁的战斗当中，还能够触发双人弹刀哦。如果队伍里有至少2名弹刀支援角色，黄光提示出现时，连续切换2次角色就能触发啦。欢迎神将前来挑战。哎，天空岛上有这么多新的探索发现，还有那么多新的邻里伙伴，那神将们在游览的时候是不是很容易遗漏呀？不会的，我们为神将们准备了不联邦，把神将们日常的发现和有趣的探索全部都串联了起来。不联邦，新的名词出现了。是的，这是一个全新的收集系统，神将可以得到探索相关的指引和存档，比如刚刚讲到的这些互动解谜，或是完成一些区域探索，都有机会达成不联邦的收集任务。那么具体能收集到什么东西呢？比如说像素童话中的绘本残页，完成任务即可破译绘本。把这些绘本残页积攒起来，神将就能完整看到岛上流传着的各种奇闻异事啦。听说完整收集箱庭内的秘密区域内的绘本残页，还能得到关于夜晚巴士的神秘线索呢。还有新角色的信息档案也是可以收集的哦。随着主线、支线以及探索等进程，神将可以收集到各个角色的身份信息、阵营以及角色个人档案。这些信息都会在不联邦的特区档案里面存起来，供大家随时查阅。收集进度、总数量以及相应奖励也会显示在其中。遇到还未收集的档案，在详情中也会给出指引，神将们追踪前往即可解锁啦。另外，邦圈热点也不容错过，不管是时下最新的热点，还是岛上的日常消遣，在这里都可以找到哦。哇，完全是一份岛上文娱生活小百科嘛！我一定要看邦布戏剧和邦多会合唱团的路演。更多玩法和事件就等待大家在不联邦中一探究竟啦。该系统在 3.0 版本上线之后，收集任务也将会在后续版本中继续更新，并且这个巨大的邦布雕像会随着系统等级提升发生外形的变化哦，能够变得更加酷炫了。而且随着收集进度，会有菲林等丰厚奖励可以领取哦。不仅如此，我们还为神将准备了十分特别的重磅奖励，具体是什么呢？让我们暂且先保密。神将们继续看节目就会知道啦。为了让神将们不要错过这里的每一份独特人文风貌，我们还准备了一份特别的观览指南。在天书情报图册中，神将们跟随引导前去一探究竟吧。完成任务还能领取菲林等奖励哦。之前也有提到，罗斯凯里法的邦布居民占据全岛的大部分，是很重要的存在。但邦布们似乎也有自己的困扰。我从这些邦布们口中得知罗斯凯里法似乎有一位天使正在暗中帮助他们解决很多问题。到底是真正的帮助，还是利用邦布们达成自己的目的？这就不好说了。另一边，维琳娜和诺姆所代表的外测局研发出了一款新的邦布芯片。不幸的是，这款芯片很快被质疑与最近频繁发生的邦布自毁事故所淹没。这可真是不得了的指控，不只是邦布居民，连罗斯凯里法的高层似乎也被这件事情惊动了。与此同时，罗斯凯里法的空洞能源区也出现了诡异的波动。在调查过程中呢，我们遭遇了奇怪的蚁骸，雷米亚尔的身影也再度浮现。听起来有很多新的危机啊。不过神将们不用担心，会有代理人相伴，比如把我们引导到罗斯凯里法的2位新朋友维琳娜和诺姆。没错，维琳娜是外测局的总务官，主要负责新爱丽都和罗斯凯里法的往来协作事宜。他做事干练，条理清晰，控场能力一流。平时看起来挺温和，但真要认真起来，也有极具威慑力的一面。据说维琳娜还承担了邦布们的管理和善后处理工作，如同邦布们最严厉的妈妈。妈妈好像不少邦布在听到维琳娜的名字的时候都会瑟瑟发抖呢。另一位则是外测局首席技术官诺姆。别看他看着个子矮，他可是邦布技术领域的泰斗级人物，也是马塞尔集团技术中枢的核心技术人员。和维琳娜不同，诺姆对待邦布们的态度就亲切多啦。诺姆好像总能和邦布们打成一片，
顺便再忽悠一群帮部来参加自己的实验项目。哎，真是厉害啊！那除了这2位神将们，应该还有一位在意了很久很久的代理人吧？我知道了，你说的是雷米埃尔。没错，在接下来的故事里，雷米埃尔也会和我们在罗斯凯利法相遇，到底是巧合还是精心设计的偶然，就交给神将们自己判断了。他果然还是一如既往的难以捉摸啊。不过听说他在罗斯凯利法好像有点不受欢迎，甚至是被通缉了。看来这位初代虚兽背后藏着的秘密可不少啊。还有一些新朋友会和大家见面，比如空域巡署局总务次官西格利德，听说他在这里流传着各种传奇故事。还有呀，大家都非常期待的罗斯凯利法的领袖晚舟女士。等等，刚刚的电视节目里好像提到了3位拥有不同名字的晚舟，神将们一定好奇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吧？怎么说呢？关于晚舟女士，好像出现了一些意外之外的情况呀。神将们不要错过接下来的故事哦。还没来得及赶上进度的神将，可以通过超前点映功能直接跳到 3.0 主线章节哦。当然了，如果大家想回去体验跳过的主线章节，也是可以随时回去的。此外，维琳娜和诺姆的几支角色短片也将在后续公开，会有怎样的展开呢？精彩内容不要错过。我们稍事休息，精彩兑换码也不要错过哦。接下来是代理人战斗相关的情报。在 2.8 版本中，风属性环境已经登场，而在 3.0 版本，我们也迎来了首位风属性角色。没错，她就是维琳娜。维琳娜总是保持着优雅的姿态，这一点即便在战场上也不例外。她的加入给战场带来了更多的变化。通过与各种异常代理人组队，维琳娜可以触发全新的异常效果，并且召唤风场来攻击，具有很强的对训能力。当异常值积满时，会触发风化效果，打断敌人的行动，并造成大量风属性伤害。这时，敌人受到的风属性直接伤害会得到提升。而如果敌人身上同时拥有风化和其他属性的异常状态，将不会触发紊乱，而是会触发乱流效果。没错，不管异常状态的先后顺序，乱流只会结算敌人身上除风化外的另外一种属性异常状态，并对周围造成该属性的范围伤害。输出的关键就在于如何利用好乱流了。而且当队伍中有2名异常或同属性角色时，维琳娜造成的风化和乱流伤害还会进一步提升哦。战斗中，维琳娜不论在前场还是在后台触发乱流时，都会召唤小气旋、微域气旋，并积累1点风石。攒满2点风石后，当她再次触发乱流，维琳娜就会召唤威力更强大的大气旋、广域气旋。此时，乱流的伤害倍率也会大幅提高。而且击杀敌人后，还能延长在场大气旋的持续时间。当气旋消散时，还会发生一次爆炸，对处于风化状态的敌人造成一次易放伤害。神将们应该注意到了，气旋有着多种不同的颜色。是的，气旋的不同颜色意味着它被其他属性给复彩了。
当处于分化状态的敌人首次受到了另一种属性的攻击，会触发对应属性的浸染效果，提高该属性与风属性的直接伤害。如果此时大气旋命中了被浸染的敌人，气旋就会被染上对应的属性，并造成相应的属性伤害，还能降低敌人对该属性和风属性的异常继续抗性。配合不同的属性产生不一样的效果，随着未来更多代理人的加入，维琳娜的潜力还会被进一步释放。实战中，维琳娜进入战场或释放强化特殊技时，都会获得风华。当风华足够时，长按普攻或特殊技，维琳娜将召唤大气旋，持续攻击敌人，并触发队友的快速支援，配合队友为气旋染上不同的属性。那么释放终结技的时候呢，维琳娜会挥舞巨扇，以凌厉又不失优雅的一击，将不受欢迎的敌人赶出她的茶会。战场如茶会，一切尽在她的掌握之中。不知道下一位收到茶会邀请的又会是谁呢？接下来出场的是 S 级火属性击破代理人诺姆。诺姆拥有让队友额外释放连携技的能力，在战场上能够灵活运用各种导弹和钻头等热武器，对敌人造成大量伤害，并快速累积失衡值。长按普攻，诺姆发动攻击，并将头上的帽子扔至空中发动射击。招式命中敌人后，将触发上一位角色的快速支援。当诺姆积累了足够的预热糖温时，将消耗这些特殊能量，把快速支援转化为连携技。看来这是诺姆配合队友打出高额伤害的重要资源呢。那么神将要如何获得它呢？开局进入战场时，诺姆立刻获得一定数额的个人资源，并随着诺姆战场接战时间的增加自动累积。啊？难道说诺姆要一直待在场上吗？并非如此啊。当诺姆切至后场，帽子也会自动跳入战场代为积累，个人资源足够时还会加速跑向诺姆。拾取帽子即可获得帽子暂存的数额。诺姆扔出帽子攻击敌人，触发队友的快速支援后，帽子也将替代诺姆积累并暂存。简单来说，诺姆其实无需在前场，也可以由他的帽子帮忙积累该资源。真不愧是天才科学家的帽子，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储能 agent？ 也没错。我们下面来看看特殊技。当能量足够时，点按发动强化特殊技。诺姆驾驶炮台对敌人发射大量导弹，并获得一定的个人资源。主要攻击目标处于非失衡状态时，造成大量伤害并累积失衡值；对于失衡状态下的目标，则会造成更高额的伤害输出。长按特殊技将延长导弹发射时间，增伤的同时还能够获得更多的个人资源。强化特殊技发动后，诺姆在场上放置2座炮塔。一定时间自动对敌人发起机枪攻击。此时，队伍中任意角色把敌人打到失衡，或是诺姆消耗个人资源，触发队友的连携技的时候，炮塔将转变为导弹射击，并持续一段时间。悬赏值足够时，发动终结技，诺姆召唤战术火炮轰炸敌人，造成大量伤害的同时，立刻获得大量个人资源。没想到我们天才科学家可爱的外表下，潜藏的是如此火烈的攻击方式。那么他在实战中表现如何呢？这就来展示。实战中，首先由卢西亚为全队提供增益，再切换诺姆发动强化特殊技，对敌人发动弹幕轰炸。攻击结束后，长按普攻，发动帽子把戏，触发连携技，比利接管战场输出的同时，场上放置的 N 能炮塔转为导弹攻击模式，自动攻击追加伤害。当悬赏值足够时，寻找攻击间隙，切出诺姆，释放终结技，造成高爆发，同时回复大量个人资源，为下一波连携攻势做好准备。
作为法厄同阵营代理人，佩洛伊斯拥有与众不同的战斗能力。以太属性的佩洛伊斯将作为强攻手，时刻保护着神将的安全，绝不让其身处险境。在战斗前，神将可以在主城自由切换哥哥或者妹妹的身份及时装。佩洛伊斯出战时，与其搭档的神将也会相应的改变哦。而在战场上，佩洛伊斯的剑会根据不同的招式变化形态，攻击命中敌人时还会回复日耳。当宣响值达到一定的数值，神将便可以根据战况，在4种不同的终结技中做出选择。竟然有4种不同的终结技吗？没错，这也是佩洛伊斯强大又独特的能力之一，并且每种招式在造成大量的以太属性伤害的同时，还都带有不同的效果。发动上分支终结技万军诛绝，佩洛伊斯会蓄力下劈，获得日耳，并进入阳年状态，期间释放终结技，可以对失衡中的敌人造成更多伤害。发动下分支终结技凯旋坦途，佩洛伊斯会释放能量冲击，获得耀斑状态，提高能量获得效率和造成的伤害。此时若强化特殊技触发完美格挡，还可以补充日耳。发动左分支终结技无拘剑士，当重击命中浸染状态下的敌人，还能打出额外伤害。发动最后一种终结技右分支的涌现幽球，佩洛伊斯将凝聚能量，当重击命中失衡的敌人时，会触发决算效果，造成巨额伤害，并让敌人结束失衡。多样的终结技也为神将提供了更多的战术选择，不愧是神将贴身的好伙伴啊！此外，当队伍中存在击破或支援职业的代理人时，佩洛伊斯的许多招式将获得更高的暴击伤害，发动连携技也能回复更多的宣响值。那接下来让我们看看佩洛伊斯在实战里的表现吧。在实战中，诺姆的加入可让佩洛伊斯释放额外的连携技，为其回复更多的宣响值和日耳。随后，佩洛伊斯会发动终结技的下分支，给自己上 buff， 并通过各种招式去积攒日耳。在敌人进入失衡时，可以消耗日耳，释放强化普攻，打出大量伤害。或者更换战术，改为在失衡的最后以决算给予敌人终结一击。这份力量还隐藏着太多的秘密，但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神将一定能完全将其掌握。与2位代理人一同登场的还有全新 S 级帮部超级杰克。在战斗中，超级杰克进入飞行状态，连续射击敌人，而进入连携后将发射蓄力手炮，对前方范围内敌人施加大量伤害。以上招式对敌人造成火属性伤害，并同时积累火属性异常积蓄值。那队伍中存在特定人数的罗斯卡里法阵营代理人，在战斗中达成条件后，他还会为全队回复一定的能量，并且使自身的伤害提升哦。等等，说起帮部，我刚刚好像看到了一个奇怪的身影哎。罗斯卡里法是帮部之城，而我们无助又弱小的人类被帮部包围，很正常嘛。不对，这跟想象中的好像不太一样啊！啊，你不要过来啊！啊！天狗党的帮部真是多才多艺啊！我刚刚好像听见一声惨叫，小歪和小凡是不是被帮部抬走，然后暗地里给改造升级了？既然是在罗斯凯利法，这种都市传言也不算太离谱吧？哎，阿杰，你的车还没停吗？哦，对哦。那接下来就由我们为大家带来系统和活动的情报吧。随着 3.0 版本的更新，我们将上线全新常驻活动玩法——帮帮天才与奇迹芯片。这个名字听起来和芯片计划有关系？猜的没错，奥雷利亚学院中好像有一支状态不佳的帮部。是芯片研究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事故吗？搞不好又是诺姆那些奇奇怪怪的研究导致的，赶紧去找他看看吧。没办法，谁让我们的神将是善后专家呢？这次诺姆还擅自任命神将成为他的助手，帮他完成伟大的芯片计划呢。这个计划可不简单，还好有很多帮手来帮忙。神将们，好好养成更多更强的帮手吧。
神将还需要修复、维护运算中枢，这除了通过帮手自身的力量，还需要神将们发挥聪明才智，指挥他们作战。没错，要想获得帮手，除了任务解锁之外，还能在帮手加载终端消耗帮手加载代码来随机获取。重复获取的帮手能够用来提升他们的星级，使其变得更加强大。在帮手数据集里，除了能看到他们的特质和职能等基本信息，还有作战技能详情。在升级升星之后，帮手的作战能力和特训等级也会得到相应的提升哦。也要记得给他们更换帮模组，这些模组会进一步强化帮手的作战能力。神将如果遇到不满意的模组，也可以通过重构功能来替换哦。为了让神将更加轻松愉快，诺姆还给数据模型安排了自行学习和训练的模式。在这个模式里，随时间变化会自动产生集训经验，用于提升帮手等级。这样一来，神将们什么都不用做，只要放置就能得到经验来变强了。看来诺姆还是很心善的嘛。而在数域特训中，就轮到神将来发挥真正的实力，指挥帮手小队作战啦。没错，帮手之间有相克的特质，以及各种不同的职能，记得活用克制关系，根据战场环境合理配对哦。在战斗中，帮手会在限定时间内自动攻击，神将们只需要放置就好。不过，等到帮手的能量充满时，需要神将来释放终极技能，取得战斗的胜利。不仅如此，数域特训里还将会有独特环境效果的关卡，以及能力各异的敌人，要合理利用机制哦。完成对应任务，除了能获得诺姆为大家准备的奖品，还能提升至新的目标阶段，大量新的玩法内容也会随之解锁。比如获得更多新的小帮手，能提升集训经验值获取效率的好帮奖章，还能获取天才的特调系列模组更新道具等帮手养成资源，还能获得菲林、名片、称号等奖励。高压测试模式是更难的挑战，神将需要指挥帮手削弱强敌的生命值，获得测试积分。完成测试可以获得用来提升帮手能力的奖励，积分越高，奖励越棒。诺姆还为神将准备了省心的每日速通功能。根据高压测试记录中神将打倒强敌的最高等级和积分阶段，就能领取对应数量的帮手养成资源。也就是说，神将可以利用历史最高成绩来一键领取奖励啦。如果神将想要快速升级自己的小帮手，有什么别的好办法？有的，那就是去参与城市祭文活动，不但能更熟悉罗斯凯利法的风土人情，还会额外获得大量养成经验哦。除此之外，每日课题也会带来更多的随机挑战，不要忘记每天前来看看。完成活动还能获得特别的神将配饰帮部大头套，帮不帮。为了帮部门的美好未来，加油吧，神将！奥蕾利亚学院的王牌课程乙骸对抗模拟预演，近期考试的通过率竟然下降到了0%。乌木老师气得当场就晕过去了。神将该如何帮助他们呢？维琳娜将邀请神将一起参加这次考核的模拟训练，完善相关的考试数据。谁能拒绝啊？这可是维琳娜啊！在战斗中，代理人会持续自动发射弹珠，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将出现的怪物消灭。没有及时被消灭的怪物将会自爆，并对神将造成大额伤害。遇到远程攻击的怪物，记得按下反制来反弹敌方弹幕。部分怪物在释放强力智能前会有红光预警，它无法被反制，注意移动回避。击败怪物将掉落战利品，拾取它们可以提升等级，并获得新弹珠。随着代理人等级提升，技能伤害也将提升。在战斗中还会随机出现合成事件，可以在这里获得武器或者强化机会。是的，合成可以将2个低级弹珠变成性能更强大的武器。通过特定合成配方，还可以将低级弹珠转化为高品质复合型弹珠。通过收集与合成，不断将基础弹珠进化为强力组合吧。不同代理人会有不同的属性及技能，除了维琳娜，还有辛殿雅、西格利德等代理人前来相助哦。依靠他们的协助，在逐渐强大的怪物波斯中存活，完成挑战吧。在完成模拟战线之后，
还有难度更高的临界交锋等待大家来体验。在演习档案中，可以看到已经收集的角色、弹珠及怪物的特性，神将也可以按需取悦哦。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完成活动还能获得殷勤、仓鼠笼访问器、菲灵等奖励哦，不要错过啦！在活动跛脚乌鸦奇闻录中，一名自称是侦探的邦布阿伯逮住了我们，声称神将卷入了一起恶性案件，必须立即跟他走一趟。什么？可是我们神将不是一向遵纪守法？遵纪守法吗？大部分情况下吧。虽然有点意外，但我听说跛脚乌鸦侦探社可是很靠谱的。神将就跟着阿伯一起去看看吧。第一桩委托的内容竟然是遛狗，这就是你说的很靠谱的侦探社吗？千万不要小瞧了，这可是需要神将利用声音来帮助侦探完成委托的。你是说声音？没错，侦探寻找线索的方式有很多，声音中包含的信息也会很有帮助哦。听起来是很新鲜的东西呢，相信凭借神将的智慧，一定能轻松解决。是的，在活动期间，神将找阿伯查看委托材料，完成调查，然后记得要帮忙填写真相笔记哦。这种事情怎么会交给？科洛副社长说自己绝对没有出去打牌，他是有事情要处理，而且他一直都在关心每天的案件。如果真相笔记的填写出错，他也会第一时间发现的。看来是遇到甩手掌柜了呀！完成活动就能获得成就、菲灵等奖励。侦探社的这个忙还是很值得神将帮一把的嘛。哎，二姐，之前在 Z Talk 有提到，对于钟爱战斗的神将，我们会推出更多战斗相关的玩法。是的， 3.0 版本中会有新增常驻玩法拟境湮灭战，这是来自邦部门的演算测试，而最好的测试专家当然是神将。满分抢答。这次为神将准备的是以高难度 BOSS 挑战为核心的新玩法，挑战分为常规和极限模式。本次将开放3名 BOSS 供大家体验。考验神将们双手的时候到了。不过这些 BOSS 好几位都是神将们在过去的战斗中遭遇过的，在新玩法中，他们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当然，在拟境湮灭战中，每个 BOSS 都会有新的战斗特性，神将们需要妥善应对，才能更顺利地击败他们。比如逆降者夺野争斗，相比以往，会通过攻击神将来积累慧盾值。神将通过招架、强化特殊技能招式来压制 BOSS， 以减少慧盾值。当慧盾值集满，则会进入狂暴状态，获得伤害提升。而如果被清空，它会进入非常虚弱的失衡状态。我知道了，诀窍是通过操作清空慧盾，然后趁着失衡状态疯狂出击。是的。另外，在拟境湮灭战中，所有登场的 BOSS 都不会设置弱点和抗性。希望神将能把注意力更多放在代理人与 BOSS 的交互和机制应对本身。少了弱点抗性的限制，那确实可选择的代理人多了很多。那我们在代理人的配置上会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吗？在代理人方面，简单难度下，神将可使用固定练度的全部适用代理人，也会在战斗中给予相关 BOSS 机制的教学引导，方便大家快速上手挑战。同时，我们也会为部分代理人配置额外的战斗强化效果，帮助他们在这套挑战规则下更充分地展示各自的战斗特色。先在常规模式下熟悉机制，再到极限模式挑战更高强度的战斗，是这样吗？没错，在极限难度下，我们会提供一组固定练度的可选代理人，希望在更统一的挑战条件下，让神将的表现更直接体现对 BOSS 机制的理解、判断和操作执行。未来还会有更多怪物加入玩法当中，希望神将们能在这里收获攻克强敌的成就感。完成任务也别忘领取菲灵等奖励哦。为了研究人类组队作战的方式，阿邦博士专门研发了战斗拍档默契测试系统。看来他急需一位精通虚拟战斗且人脉众多的人类朋友来协助完成研究。没错，在活动中，每个关卡都存在不同的特性，神将根据关卡说明，邀请符合特性的朋友参战吧。
这次3位续收级代理人竟然共同作战了。估计是担心缺少输出吧。其实啊，只要队伍中的参战人员有一定的共性，就可以顺利的通过关卡啦。在任务中，神将可以使用2支2人小队接力战斗，造成伤害即可减少接力所需要的时间。每次完成接力后，还能获得增益效果，此效果会随着接力不断升级。切换队伍时，代理人能量和闪能会保留，而宣享值将队位继承给下一队伍的成员。完成任务后会有驱动盘定制器、菲林、称号等奖励哦。听说最新最热的邦布主题盲盒正在发售中，这可是罗斯凯利法特色的艺术品，神将每天登录游戏即可免费领取其中一个盲盒。是否可以称之为艺术品，我暂且蒙在鼓里。但既然只需要登录，那必须领来看看。神将们每天首次消耗电量，还能获得1枚黄金汽水瓶盖，可以去找邦布周边小贩再次交换一个盲盒。值得一提的是，这里最特别、最珍贵的大奖是盲盒的终极隐藏款，等待消融特别款。哇，是融化中的伊斯哎，我必须拿下。参与活动将可爱的盲盒们还有菲林等奖励通通带回家吧。早安，罗斯凯利法活动中，初入职场的小帮部们将面对工作期间的诸多抉择。是神将扮演职业导师的一集。小帮部们会被安排到适合他们的实习地点，体验各自的美妙实习经历。在实习过程中，小帮部们也将面临诸多抉择，而每一次抉择都将改变他们后续的步生轨迹。步生历程会记录小帮部们已经经历的故事节点，在实习过程中也可以使用重节点继续功能，回到当初做出抉择的时刻，让小帮部们经历更丰富多彩的一生。完成活动任务即可领取活动专属称号、菲林等奖励。特别提醒的是，这个活动会在今天开启，神将们要记得前往哦。同样，区域巡防与实战模拟室的双倍 UP 活动照常开启。配合新代理人的上线，区域巡防还发布了全新委托任务，完成后即可获得2套全新驱动盘呼啸沙龙和拂晓行迹。看来代理人们的配装又有了更多选择呢。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新版本的调频信息。3.0 版本上半期，神将们通过独家频段领风银仪和鹰形频段琳琅流星，可获得 S 级限定代理人维琳娜和她的专属鹰形。一起感受风的力量吧。在下半期调频中，木木将会在独家频段天才不等式中登场，殷勤首席跟班也将在对应频段中等待大家抽取。好耶，是我们的邦布研究小能手。同样，本次也会为大家带来往期 S 级代理人的复刻。神将们可以在上半期的对应频段中抽取小师姐叶顺光及其专属殷勤啦。曾经错过的神将们，这次要抓住机会哦。在下半期就轮到我们的妄想天使千夏，带着他的专属殷勤登场，大家不要错过哦。神将们熟悉的代理人头像、信赖度事件以及动态壁纸，也会随着新代理人的到来一并更新。这次我们也带来了代理人时装的上新。维琳娜在工作之余的闲暇时间，会邀请好友参加午后茶会。这时候，她会穿上一身漂亮时装，享受难得的欢乐时光。哦，我单压了。666。3.0 版本更新后，维琳娜的全新时装霞石显影将会上架商城，开放购买。听说这套时装的设计灵感是来源于蓝闪蝶和蜻蜓呢。心灵飘逸，像风一样，为维琳娜换上这身时装，一起感受风的存在吧。
接下来一起看看即将上线的优化内容吧。我们对角色的养成展示界面做了一些优化调整。以新建雅为例，我们调整了战备评估界面的评级展示样式，现在能更直观地看到代理人的养成待提升项。在满足一定养成条件之后，系统会直接帮你统计这个代理人的有效副词条数量，方便大家把代理人提升到极致。其实养成上我还有一个痛点，像我平日里非常爱刷驱动盘，仓库里不想要的盘子早就堆积如山了，一直没有时间能够快速处理，有什么解决方案吗？我们也关注到了类似这样的诉求，在 3.0 版本，我们上线了驱动盘智能弃置功能，神将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一次性把不想要的盘子全部丢掉，不用再一个一个点了。已有功能我们也在持续打磨。3.0 更新之后，如果你已经给某个代理人设置了特训目标，那在音像店设定驱动盘调率的时候，系统会直接置顶特训方案内适配的4件套和2件套，选调率时方便很多。另外，快捷手册界面上方现在也会直接显示大家的体力、后备体力和以太电池数量，资源状态一目了然。希望这些调整能为神将们的日常提供一些助力。从 3.0 版本开始，神将时装的配饰中，帽子、头饰、耳环、眼镜会拆分为通用配件，可以在任意时装上随意搭配哦。好耶，是发挥奇思妙想的穿搭环节，期待神将们漫步城镇时的新面貌。另外，我们还在 F1 的部分活动详情页里新增了具体玩法的演示视频，这样就能方便神将们快速了解新活动的玩法啦。我们还会逐渐精简化战斗描述中的技能文本，同时在角色的技能描述和怪物的敌情详解中增加了名词解析。是的，希望可以帮助神将更好地理解战斗机制。这项优化在后续的版本中也会持续进行。随着 3.0 版本更新，我们也会为 PC 端带来一次视觉体验升级。这次我们对全局照明和远景模型的细节做了整体优化，无论是在街区中穿行，还是向远处眺望，神将们都能感受到更自然通透的光线和更完整的远景画面。符合硬件要求的玩家还可以在设置中开启光线追踪功能，体验到我们基于光线追踪技术打造的风格化实时全局光照。在延续原有绝区零美术风格的基础上，我们基于光线追踪算法，让地板、木纹、水洼、金属、玻璃以及湿润地面等不同材质都呈现出千变万化、强弱各异的反射表现。与此同时，物体之间的阴影过渡更加柔和自然，阳光照射和环境中的光线反弹也更加通透明亮。灯牌等会发光的物体还能真实的照亮周围场景，营造出更富层次的光影氛围。当然，这次不只是画质上的提升，我们还为神将们带来了 DLSS 超分辨率功能，让大家在保持画面感的同时，也能维持稳定帧率。对于追求更高帧率的玩家，我们也在设置中加上了真生成选项，进一步提升流畅度。欢迎神将们在新版本中亲自感受这些变化。3.0 版本回归帝都共启新章网页活动现已开启，邀请好友回归或注册游戏，最高领340菲林。回归神将和新手神将绑定邀请码，可得60菲林。抽奖更可赢取手办、游戏机、300菲林等，赶快来参与吧！接下来，让我们看看游戏外有哪些精彩内容吧。你还记不记得 2.8 版本前瞻节目中 Z 先生给大家预告了绝区零即将上线 Steam 平台？当然记得，相信有不少神将和我一样，已经把游戏加入愿望单，静候发布了吧？承蒙厚爱，不负各位神将的期待，绝区零将于2026年6月17日正式登陆 Steam 平台，届时欢迎各位神将前来体验。更多详情也将在官方社媒账号陆续发布，各位神将不要错过啦！惊喜不止在线上，线下同样有精彩活动等待各位神将参与。没错，在今年7月，绝区零仍将参展于美国洛杉矶举办的 Anime Expo。除了精美的限定周边外，届时还会有声优分享会等有趣的现场活动。欢迎各位神将来到展台，留下美好的夏日回忆。此外，1年1度的 HoYoFest 也将如期与大家见面。HoYoFest 2026将于7月在新加坡、马来西亚、
菲律宾、泰国、越南、印尼正式开启。今年仍然为大家精心准备了展台打卡、舞台互动、游戏试玩、周边贩售等精彩活动，我们不见不散。神将们可以持续关注官方社媒，获取更多活动详细信息。既然我们马上就要前往罗斯凯利法了，是不是应该给神将们准备一个精致的出行礼包？早有安排，神将们最需要的旅途必备好物已经早就全都打包好，装在这个行李箱里啦。里面到底是什么呀？神神秘秘的。哼哼，这就打开给大家看看。好久不见，很开心今天能到这里，和各位神将一同启程，前往罗斯凯利法。天空岛罗斯凯利法有不同于新爱丽都的人文风情，各位神将即将以转校生身份踏入这座都市。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融入这里，我们会送出一套贴合当地风格的神将时装，同时大家也可以通过活动免费获取同风格的一系列时装配饰。随着深入罗斯凯利法，神将将正式掌握一份特殊的力量——佩洛伊斯。为了纪念这个时刻，法奥童阵营代理人佩洛伊斯将作为启程礼物送给大家。此外，在未来的数个版本内，随着剧情的推进和玩法的拓展，我们还会送出它全部的隐化和专属的殷勤。希望佩洛伊斯能够陪伴神将共同成长。而对我们自己来说，这座天空岛又是一个新的起点。回忆过去，从6分街到未废帝，有一些大胆但诚恳的一步。坦白说，不能算是完美，但也正在过往的基础上，我们得以做出充分的准备。绝区零第3季会以各个维度上以更完整的面貌面对神将。真的很感谢各位神将一直以来的支持。为了回应这份支持，也为了和大家分享这份喜悦，我们会在3.0版本送出总计1600菲林的奖励。这次有别于以往，神将们在版更当天上线即可领取600菲林，而在7月4日，也就是绝区零生日当天，神将就可以领取1000菲林。另外，在上下半签到活动中，神将们照常可以分别获得10枚加密母带和10张颁布券。希望大家喜欢，也期待能同各位神将在天空岛相遇。最后，大家期待的绝区零2周年庆典也已经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了。庆典将于3.1版本正式开启，希望与各位神将一同庆祝这个特别的日子。6月17日，我们云端见。nadie